我们蓝星艺能学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年满18岁的学生，在毕业典礼那天都要在校圣坛挑选自己的贴身契约兽。节气仪式当天，导师带着我和校花林小小进入圣坛感应。林小小抢先一步，一把将那只缩在角落的 F 级暖鼠宝抱在怀里，而将那条 S 级深渊冰龙留给了我。上一世无论林小小用多少顶级资源诱惑，他就是不肯低头。林小小一怒之下，在极寒末日爆发时强行剥离了他的冰系晶核，却遭到能量反噬，成了一个容貌尽毁、异能全失的废人。而我的暖鼠宝进化后能感应物资，还能散发持续的恒温热能，我也因此在秩序崩坏的时代成了人人仰望的末日女王。林小小极度疯了，她拖着残破的身躯潜入典礼现场，用最后一枚高阶狂暴雷管生生将我炸死在废墟之中。再睁眼，耳边是圣坛感应室沉重的电子门合上的声音。林小小一把将暖鼠宝搂在怀里，眼神狂热且偏执。这一次，女王换我来当。可他不知道，暖鼠宝先能带来好运，也能诱发致命厄运。而那条冰龙才是真正掌控末日严寒的神。耳边是导师调整监测仪器的滴答声。导师推了推眼镜，疑惑地看着林小小。小小，你确定要选这只？你可是咱们学校唯一的 S 级精神力天才。林小小便迫不及待地将那只小鼠按在怀里，仿佛生怕我抢了似的。我知道他也重生了。小小，只有深渊冰龙才配得上你的天赋啊！他拉着林小小好心劝着，还不忘嫌弃地看了一眼那只脏兮兮的小鼠。可林小小却死死抱着暖鼠宝，压低声音在导师耳边说了几句话。良久，导师的脸色才缓和了些，可眼神里仍旧写满了暴殄天物。苏晴，你真该好好谢谢人家小小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小小姐。我走到那巨大的冰晶龙前，对上那双幽蓝深邃的龙目，小心翼翼地将手贴在感应屏上。林小小这会儿正沉浸在抢到神装的狂喜中，路过我身边时压低声音挑衅：苏晴，这条废龙出了名的刺头，你就等着被他精神反噬到生活不能自理吧。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强行压下心头的恨意。林小小这种天之娇女，上一世为了驯服冰龙，什么精神镇压、药物控制全用上了，结果冰龙一身反骨，也从未真正听过他的指令。后来他为了取暖抽了龙骨，却害得自己成了废人。而我把暖鼠宝当家人，甚至半夜爬起来给他煮特制的火系营养餐。后来暖鼠宝进化出神级火核，还让我的避难所四季如春。林小小接受不了被他踩在脚下的我成了领袖，所以才选择跟我同归于尽。这一次他如愿抢走了暖鼠宝，以为能直接躺赢，可他根本不知道这种灵宠要的是真心，不是掠夺。我抬头迎上林小小得意的目光，笑了笑。那我就提前祝小小姐大杀四方，早日带飞全校了。林小小领走暖鼠宝后，简直把他当成了祖宗，连上专业课都要塞在领口里。校园论坛里渐渐传出了不少八卦，说校花是不是压力太大疯了，天天抱着一只 F 级的仓鼠。只有我知道，她是想通过24小时贴身接触，尽快催化出暖鼠宝的物资感应能力。林小小看到那些嘲讽的帖子，反而一脸不屑：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等末日来了，你们跪！我也听到了这些言论，只觉得讽刺。他以为只要抱着暖鼠宝躺平，就能等来神级进化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过了一阵子，林小小见暖鼠宝迟迟不给他开挂，开始急了。他带人直接闯进我的宿舍，不由分说抢走了我桌上那几盒高价代购的顶级火系异兽能量方块。室友小曼气得想找辅导员告状，我却拉住了他。那些方块确实是我准备的，但暖鼠宝现在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高纯度能量。林小小这种拔苗助长的喂法，只会吃坏它的根基。林小小还动用家里的关系，在黑市找了个所谓的生物基因专家，说要用高阶火系异兽的活血来诱发暖鼠宝的抗寒属性。林小小这个疯子居然当真了，开始在学校附近重金悬赏捕捉流浪猫狗和低阶火系宠，闹得动保社团天天在校门口抗议，名声臭了一街。而我并不急着让冰龙去战斗，只是每天埋头在地下室加固我的避难工事，囤积各种压缩饼干和抗寒服。毕竟真心换真心，冰龙这种活了几千年的生物，最能看穿谁才是真正的野心家。他见我天天忙着搬砖加固墙体，完全不理他，终于忍不住通过精神链接跟我对话了。这日我在地下室清点罐头，冰龙庞大的身躯盘踞在阴影里，幽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苏晴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你是打算把我饿死在地下室吗？我停下活，对上那双巨大的龙目。不然呢？反正你也不服我，我也没打算强迫你跟我冲锋陷阵。他有些语塞，干嘛不跟我解约？我指了指他胸口那片逆鳞。那天的绑定我动了点手脚，那是假性契约，不信你感应一下，你的精神图景里有我的烙印吗？他愣住了，低头感应了半天，发现确实没有任何束缚感。这年头居然有人不想要 S 级战宠，你是不是欲擒故纵？我耸耸肩，我只是不想强人所难，你想走现在就能走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做事要往外冲，可到了门口又缩了回来，知道现在外面降温异常，一旦落单就会被各大财团抓去切片研究，不如待在我这个虽然有点穷但还算安全的地方。我看着犹豫不决的冰龙，忍不住笑出声。我把特意调配的极地疗愈药剂塞进他嘴里。自从冰龙知道自己是自由身，反而不走了，气温骤降到了零下20度，他还没回来，末日的寒流已经开始提前收割生命了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提着强光手电就冲出了宿舍。最后我在人工湖边的枯树林里找到了他，他因为旧伤复发，化成了一条不到1米长的幼龙。林小小穿着一身昂贵的皮草，正一脸扭曲地踩在他的尾巴上。你这条废龙前世不是挺能打吗？苏晴那种垃圾也配养你，简直丢了 S 级的脸。现在我就先挖了你的晶核，给我的宝贝补补。狠狠朝幼龙扎去，我几乎是飞扑过去，徒手握住了电刃，掌心瞬间被烧焦，鲜血顺着刀尖流下，但我总算把幼龙抢了回来。林小小见我来了，这才骂骂咧咧地收手。苏晴，你真是有病，就这种养不熟的畜生，迟早咬死你！我没理他，强忍着剧痛把幼龙塞进怀里，一路狂奔回了避难所。看着他微弱的呼吸，我心疼不已。我知道林小小一直在暗中盯着我，我宁愿废掉一只手也要护着这条龙。第二天，冰龙就恢复了精神。此时外面已经是极寒末日，全校停课。我日日用最好的物资养着他，他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戒备变得越来越粘人。我推开房门，准备给他送吃的，却猛地僵在了门口。房间中央站着一个银发少年，五官精致的像个建模人。他正一脸局促地抓着我的一件超大号卫衣往身上套，他白皙的心口处竟然浮现出一个散发着金光的你化形了，还有这印记是怎么回事？少年耳根通红，却还是那副傲娇的口气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啊？他有些气急败坏地逼近我，眼神闪烁。苏琪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那天你救我的时候，血都渗进我的本命鳞片里了。现在咱俩命都绑一块了，你居然还问我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不负责，我就冻死你！看着眼前银发如瀑，眼神却凶巴巴的少年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虽一脸嫌弃，但心口那若隐若现的金光气印却出卖了他愉悦的心情。极寒末日的脚步比我想象中更快，气温毫无预兆的从0上10几度暴跌至0下30度。我立刻反锁了地下室的加固肛门，启动了独立供暖系统。苏晴，外面那些人类在惨叫。我走到监控屏前，看见校园街道上学生们惊恐地四处奔逃，有人试图冲进图书馆，却因为推挤踩踏倒在雪地里，不出3分钟就再也没了动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从货架上取出一盒特级和牛卷和一锅底料。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吃火锅？不然呢？哭能让气温回升吗？白色的蒸汽升腾而起，带着诱人的辛辣味。在这与世隔绝的地下堡垒里，我和这条傲娇的龙正享受着末日前最后的安宁。但通过校园局域网，我依然能感受到外面的崩坏。校友群里已经炸开了锅。苏晴，你之前囤了那么多物资，分大家一点吧。上一世我就是因为心软分了半箱方便面。林寒一边往嘴里塞着毛肚，一边含糊不清的评价：你们人类的社交辞令真恶心。我看着监控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同学，吃饱了就去睡觉。我敲了敲林寒的脑袋，明天开始，真正的末日才要上演。他冷哼一声，却乖乖放下了筷子，那双幽蓝的眸子里隐约闪过一丝嗜血的兴奋。就在我悠闲度日时，林小小的日子显然不好过。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，我看到校花宿舍楼外围满了人，林小小正抱着那只陷入昏迷的暖鼠宝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它不发热了？林小小尖叫着，身体烫得像个火球，却在疯狂吸收周围人的体温。一个女生颤抖着想碰一下暖鼠宝取暖，指尖刚触碰到鼠毛，竟然直接被冻掉了一块皮。小小，这东西是不是变异了？跟班惊恐的后退，林小小脸色惨白，她重生回来是为了当女王的，她舍不得丢掉，只能变本加厉地逼迫暖鼠宝，甚至开始用针刺她的穴位，试图强行激活异能。我在屏幕前摇了摇头，暖鼠宝是祥瑞，最忌讳这种虐待式的驯养，你抢走的分明是催命符。末日开始的第5天，人性终于彻底越过了底线。一群校体育队的男生手里拎着铁棍和消防斧，暴力砸开了我们这栋宿舍楼的大门。领头的是那个前世就以残暴著称的体院大佬，他敏锐地察觉到门口竟然没有积雪，甚至还有一丝暖意透出来。苏晴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藏了吃的。他疯狂地踹着加固肛门。我正坐在书桌前翻看异能进阶手册，有人打扰我学习，去处理一下。林寒正无聊地玩着一根冰棱，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只要不死就行。随你，别弄脏走廊，清理起来很麻烦。林寒化作一道残影，甚至没开门，直接穿过我特意留出的精神缝隙。门外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和惊恐的尖叫。鬼，有鬼啊！仅仅是释放了一点点威压，就让他们感到了冻结。我打开了门，走廊里的气温瞬间低了几度。那个领头的体育生正跪在地上，冰晶顺着他的裤管向上蔓延。他惊恐地看着站在我身后的银发少年，牙关打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苏晴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是饿疯了。在接触到林寒眼神的瞬间，吓得生生憋了回去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手里把玩着一支军用匕首。这栋楼里还有谁想进来分一杯羹？走廊尽头的阴影里，原本还藏着几个打算分赃的幸存者。林寒心领神会，轻轻打了个响指，那体育生惨叫一声，整个人被一层薄薄的蓝丁包裹，随后像球一样被林寒一脚踹到了楼梯间。再有下次，冻结的就是心脏了。这一战彻底奠定了我在整栋楼的统治地位。夜晚，天空下起了诡异的蓝色雪花。我站在地下室的高位通风口，向外望去，校园的操场上，一些原本冻死的尸体开始僵硬的扭动，他们的皮肤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青紫色，双眼空洞，冰霜丧尸。林寒出现在我身后，神色难得严肃了一点。这些脏东西身上有深渊的味道，虽然很淡。我看到一个躲在暗处的学生被丧尸发现，还没来得及尖叫，就被丧尸一把扣住咽喉。仅仅几秒钟，
那个学生就变成了一具干枯的冰雕。我们需要金核。我转过头看向凌寒，你的伤还没全好，这些变异怪物的脑核是最好的补药。凌寒舔了舔嘴唇，眼中露出一丝狂傲，那就去杀。苏晴，跟紧我，别被这些垃圾冻成冰棍了。我穿上特制的抗寒作战服，握紧了合金长剑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暖鼠堡身后祈求温暖的弱者，我要和我的龙亲手杀出一个黎明。推开宿舍楼大门的瞬间，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，凌寒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，瞬间冲入狮群。他甚至没有画出原形，仅凭人形的格斗术，每一拳挥出都带着炸裂的冰爆声。我也不甘示弱，共享了凌寒的冰系抗性后，我在这极端环境下行动自如。我身形灵动，手中的合金长剑精准地刺入丧尸的后脑，一颗晶莹剔透的菱形晶核被挑了出来。配合不错，凌寒回身一记横踢，将3只扑向我的丧尸冻成粉碎。我们在校园里横冲直撞，目标直指实验大楼。一路上，丧尸的嘶吼声和冰块碎裂声交织在一起，我能感觉到每吸收一颗晶核，我体内的异能波动就强盛1分。而凌寒的脸色也愈发红润，原本略显虚幻的气印变得凝实无比。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，竟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感。我们带着一背包晶核准备返回时，在宿舍楼门口被一群人堵住了，领头的正是林小小。苏晴，站住！他尖声叫道，眼神里全是嫉妒和疯狂。我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有事，你明明有这么强的实力，为什么不救救大家？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手里那一包是吃的吧？快拿出来分了！周围的学生也开始起哄，一个个眼神贪婪地盯着我的背包。我看着这群前世就曾分食我物资的好同学，心中只觉得可笑。凌寒，你说人类是不是总觉得别人的东西就是他们的？凌寒嗤笑一声，指尖凝出一枚冰刺，那是他们还没感受过死亡的温度。林小小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怕了，胆子大了起来。苏晴，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，再让这条龙护送我们去食堂，以前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他仰着下巴，试图找回昔日校花的威严。我走上前，在距离他1米远的地方停下。林小小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世道已经变了？话音刚落，我猛地挥手，一道凌厉的冰风直接扫过。林小小还没反应过来，他身上那件价值几十万的定制皮草瞬间被冻成了冰碴，随着他的动作，哗啦啦碎了一地。啊！他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，只剩下一身单薄的内衣，站在零下30度的风雪中。我的衣服！苏晴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冷笑着看着他冻得发紫的皮肤，这只是个提醒，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碎掉的就是你的骨头。凌寒配合地释放出一股庞大的威压，那些起哄的学生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地逃回了楼内。林小小瘫坐在雪地里，怀里的暖鼠宝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绝望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吱叫。回到地下室，我通过监控看到林小小并没有死，她被几个心怀鬼胎的男生救了回去。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由于林小小情绪剧烈波动，加上长期虐待，暖鼠宝终于彻底畸变了。她原本粉嫩的皮肤变成了诡异的暗红色，双眼流出血泪。它不再散发温暖，而是开始散发一种吸引高阶变异兽的奇异频率。麻烦来了！林寒站在窗边，看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，那只小老鼠在招魂。校园各处的变异犬、冰霜丧尸都开始疯狂地向林小小的宿舍楼汇聚。第一个被冲进屋子的变异犬撕成了碎片，而林小小蜷缩在柜子里，看着怀里怪物般的暖鼠宝，露出了绝望的悔意。这就是你要的福报。我关掉了监控屏。苏晴，我们要挪地方了。林寒走到我身边，这股气息会引来大家伙，这栋楼守不住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，走吧，去我前世选定的那个地方——地热发电站。风雪交加中，我和凌寒闯入了一家大型商场的地下车库暂避，10几道手电筒的强光就打在了我们脸上。一个满脸横肉、手里端着自制土铳的男人从暗处走出来，站住！把你们身上的恒温服和背包脱下来。身后跟着10几个面黄肌瘦却眼神凶狠的幸存者。我眯起眼睛，目光越过这个嚣张的老大，落在了角落里一个正摆弄报废发电机的瘦弱青年身上。那是阿杰，前世大名鼎鼎的机械天才。想要我的东西？我冷笑一声，甚至没有回头叫凌寒帮忙。少废话，在这片地盘，老子就是规矩。我脚下猛地发力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出，合金长剑带起一道森冷的银光，直接削断了他手里的土铳，剑刃精准地停在他的大动脉前。就在他惊恐地准备求饶时，我手腕一翻，剑柄狠狠砸断了他的颈骨，尸体倒地的闷响让全场死寂。我甩了甩剑上的血迹，居高临下地环视众人。从现在起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不养闲人，服从或者滚出去冻死，自己选。见识了我的雷霆手段，加上凌寒在旁边释放的 S 级龙族威压，这支10几人的小队瞬间跪地臣服。阿杰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技术骨干。休整半日后，我们顶着零下40度的极寒，终于抵达了市郊那座废弃的地热发电站。然而，发电站内部已经被一群变异的冰霜巨鼠占据，它们体型如小牛犊，口吐寒气，刚好拿来活动筋骨。凌寒扭了扭脖子，化作半龙形态，银色的龙鳞覆盖了他的双臂，他犹如一台无情的绞肉机冲入鼠群，每一次挥爪都能带起漫天冰血。我则指挥着阿杰等人清理外围，不到半小时，
几百只变异鼠被屠戮殆尽。随后，林寒深吸一口气，吐出极寒龙息，将所有脆弱的通风口和破损窗户全部用坚不可摧的万年玄冰封死。看着这座坚固的钢铁与冰雪堡垒，我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。苏姐，主控板的线路老化严重，但我能修好，只要给我2个小时。我从空间背包里掏出一套顶级的精密工具箱，交给你了。需要什么材料直接说。那些新收编的手下冻得瑟瑟发抖。我靠在林寒怀里，汲取着他身上的龙息取暖，伴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。指示灯一排排亮起，久违的暖风顺着通风管道呼啸而出。当温度计的指针缓缓爬升到零上20度时，好几个大男人当场崩溃大哭，他们齐刷刷地朝我跪下，眼神中是宛如看着神明般的狂热信仰。掌控了温度，就掌控了人心。当晚，他体内的能量就开始暴走。苏晴，好热。平日里冰冷的肌肤，此刻烫得惊人。银色的长发无风自动，心口那道金色的生死契印正爆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我立刻清退了所有人，将房门反锁。我知道这是 S 级灵宠向更高阶次进化的必经之路，一旦失败就会爆体而亡。我毫不犹豫地跨上床，将他滚烫的身体抱进怀里。我调动其体内全部的精神力，顺着气硬的感应，一点点引导他体内狂暴的能量。别怕，我在这。我咬破指尖，将蕴含我本源精神力的鲜血点在他的眉心。林寒痛苦地闷哼了一声，反手死死抱住我的腰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勒断我的肋骨。在长达1夜的精神力交融中，我们的灵魂契约被彻底焊死。直到黎明时分，他的体温才渐渐平稳，陷入了深度的沉睡。林寒沉睡的第3天，我通过部署在避难所外围3公里处的隐蔽监控，发现了一群不速之客。那是一支由5辆重型雪地装甲车组成的车队，车上的人全副武装，清一色的黑式高阶雇佣兵装备。在中间那辆指挥车的副驾驶上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恶心身影，林小小。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了校花的傲气，头发枯黄，脸上带着冻伤的疤痕，正谄媚地靠在一个刀疤脸男人的肩膀上。看来那晚的变异兽潮没能咬死他，反而让他抱上了新的大腿。我冷笑着放大监控画面，他们完全是顺着我们在雪地里留下的细微车辙印追踪而来的。取而代之的是他手中紧紧攥着的一个军用能量探测仪。他显然是把我的底细全盘卖给了这群亡命之徒。老大，那个叫林小小的女人说的是真的吗？前面那个破发电站里真的藏着一条重伤的 S 级冰龙。我坐在监控台前，通过阿杰刚破译的无线电频段，刀疤脸冷笑一声，管他呢，等我们拿下那个叫苏晴的女人，抢走冰龙，就把林小小扔进雪堆里喂丧尸。无线电里传来林小小恶毒的声音，强哥，苏晴那贱人很狡猾，但他的冰龙现在绝对在虚弱期，只要你们用重火力轰开大门，他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废物。听着他歇斯底里的诅咒，我非但没有生气，我转头看向阿杰，地热站的高压蒸汽管道改装的怎么样了？阿杰推了推眼镜，露出一抹憨厚的狠笑。苏姐放心，只要他们敢踏入外围回廊，我保证给他们洗个100度的高温桑拿。剧烈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的顶灯一阵摇晃，雇佣兵们没有废话，直接用单兵火箭筒轰开了地热站最外层的铁丝网。1小队突击！刀疤脸在风雪中大吼。我没有叫醒依然在沉睡进化的林寒，我穿上纯黑色的战术防弹衣，提着合金长剑，独自一人走向了避难所的第2道防线。我的手下们在阿杰的指挥下，端着缴获的枪支在暗处严阵以待。10几个全副武装的雇佣兵端着步枪冲进了幽暗的回廊。我隐匿在通风管道的阴影中，如同鬼魅般跃下，长剑精准地刺穿了走在最后一名佣兵的咽喉。敌袭在上面，枪声大作，火舌在黑暗中疯狂喷吐。我现在的身体素质早已被林寒的契约反哺强化到了非人的地步。我踩着墙壁借力，在密集的弹雨中穿梭，每一次挥剑都伴随着一朵雪花的绽放。该死，情报有误，这女人是个高阶异能者，撤退。想走？晚了。我站在回廊尽头，对着监控探头打了个手势。阿杰立刻按下了主控台的红色按钮，回廊两侧的墙壁瞬间裂开无数小孔，高达100多度的高压水蒸气如同白色的死神般喷涌而出。我踩着一地被胖得皮开肉绽的尸体，将唯一留了活口的小队长拖进了审讯室。一盆夹杂着冰茶的冷水泼下，他惨叫着醒来。你们是哪个势力的？我用匕首拍了拍他的脸。别杀我！我们是长庚财团外派的清道夫小队，是那个林小小告诉我们这里有 S 级战宠的。长庚财团。我眼神一冷，那可是前世在末日中期垄断了全球80%物资的庞然大物。苏姐，不好了，财团的主力部队到了！我丢下手里的小队长，快步走到监控前，上百名精锐武装人员已经列阵，3辆重型装甲车正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我们的防空大门。轰轰轰！剧烈的震荡让整个避难所仿佛遭遇了地震，坚固的防空门开始出现蛛网般的裂纹，手下们惊恐的抱头鼠窜，绝望的情绪在蔓延。避难所深处突然爆发出一声穿透灵魂的高亢龙吟，气温在这一刻骤降至绝对0度。原本沉睡的林寒破关而出，他化为了身长100米的深渊巨龙，直接撞碎了地热站顶部的岩层，冲天而起。庞大的银色龙躯遮蔽了漫天风雪，幽蓝的龙目如同神明般俯视着下方被吓破胆的财团军队。开火，把那个怪物打下来！财团的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吼叫着，但所有的重机枪在极寒领域下全部卡壳。我顺着林寒垂下的龙尾，借力跃上了他宽阔的龙背，狂风卷起我的长发，我与林寒的心跳在这一刻完美共鸣。我将手贴在他冰冷的鳞片上，将我所有的精神力毫无保留地注入他的体内。下一秒，林寒张开遮天蔽日的龙翼，组合技深渊冰域悍然发动，一道肉眼可见的蓝色冰环以我们为中心，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。
兵环扫过之处，无论是咆哮的装甲车，还是惊慌失措的士兵，上百人的财团主力部队化为了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冰雕阵列。风雪中，我站在巨龙之巅，凌寒庞大的龙躯在半空中化作一道银光，重新凝结成那个身形修长、银发如瀑的绝美少年。他稳稳地落在雪地上，顺手将一件厚实的大衣披在我的肩头，傲娇地冷哼了一声：“苏晴，下次这种杂鱼别浪费我那么多龙息。”我笑着拍了拍他衣服上的血屑，转身走向装甲车的残骸。在最边缘的一个深坑里，我揪出了瑟瑟发抖的林小小。她曾经引以为傲的美貌彻底毁了，脸上全是冻疮，怀里那只曾经圆滚滚的暖鼠宝，此刻已经奄奄一息。苏晴，求你救救我！我把这只老鼠还给你，你把冰龙还给我好不好？我嫌恶地甩开他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前世将我炸死的仇人。林小小，这只带来厄运的畜生，你就自己留着慢慢享用吧。我没有杀他，而是直接让手下将他像扔垃圾一样扔出了地热站的供暖范围外，击退长庚财团的先遣军后，我深知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阿杰带领着工程队在地下2层开辟了巨大的温室种植园，林寒则化作半龙形态，用极寒冰墙铸造了一圈高达20米的绝对防御工事。冰墙内是温暖如春的净土，冰墙外是死亡禁区。我看着第一批破土而出的抗寒土豆芽，心中涌起强烈的成就感。上一世我只能靠着暖鼠宝苟延残喘，这一世我要做着末世的执旗者。苏晴，你每天盯着这些草看都不看我。我无奈地揉了揉他的银发，将一颗刚结出的变异红果塞进他嘴里。随着长庚财团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在废土上不胫而走，末日女王苏晴和 S 级冰龙的名号彻底打响。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和流浪异能者顶着风雪慕名前来，跪在冰墙外祈求庇护。我站在城头，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，眼神冷峻。我不是做慈善的圣母，星火避难所不养废人，想进来可以，交出所有的武器和物资作为投名状。在见识过门外那些财团士兵栩栩如生的冰雕后，所有人都乖乖排队登记。短短1个月，星火避难所的人口突破了3000人。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麻烦再次降临。负责外围侦查的小队连续几天空手而归，甚至折损了好几个好手。阿杰破译了最新的卫星频段后，脸色铁青的跑来找我：“苏姐，长庚财团切断了我们周边的所有废弃补给线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距离我们10公里外的高地空投了大量的猩红诱导剂。”我猛地站起身。猩红诱导剂是财团研发的生化武器，对高阶变异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他们这是知道强攻不下，打算用兽潮活活耗死我们。林寒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，他猛地转头看向北方，幽蓝的树丛瞬间收缩。苏晴，有大家伙来了，数量很多。我走到监控台前，屏幕上的热成像仪显示，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点正如同海啸般向星火避难所涌来。漫山遍野的冰霜巨狼、变异长毛象，甚至还有几10米高的深渊爬行者。刺耳的防空警报在避难所上空疯狂回荡，3000名幸存者陷入了极度的恐慌，有人甚至开始祈祷神明。我穿上暗黑色的合金战甲，提着长剑，一步步走上20米高的冰墙。林寒化为人形，跟在我身侧，狂风吹得他的银发猎猎作响，但他眼底却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看到满汉全席般的兴奋。怕吗？我偏头问他。只要有你在，深渊亦是坦途。我拔出长剑，直指城下黑压压的兽潮。慌什么？财团送上门的金盒大礼包，不要白不要！所有异能者上城墙，火力掩护。今天我要让这片雪原被兽血染红。我的镇定感染了所有人，恐惧逐渐被杀戮的狂热取代。随着第一头变异巨狼撞击在冰墙上，惨烈的守城战正式打响。战斗持续了整整1天1夜，城墙下的兽尸堆积如山，几乎与20米的冰墙齐平。一头体型堪比装甲车的领主级变异白熊咆哮着跃上城头，一巴掌拍飞了10几名守军。找死！我冷喝一声，踩着城墙边缘腾空而起。林寒瞬间化为100米巨龙，在半空中稳稳接住我。我站在龙首之上，一人一龙的精神力在这一刻完美融合。深渊冰刃，随着我一剑挥出，林寒喷吐出夹杂着绝对零度的龙息，化作一柄长达数10米的巨大冰剑从天而降，直接将那头领主级白熊钉死在城墙之下。领主一死，兽潮瞬间溃散。我浑身浴血，提着白熊那颗拳头大小的极品金盒，缓缓降落在城头。当第一缕晨曦刺破漫天风雪，照在我的战甲上时，全城3000名幸存者齐刷刷的单膝跪地。女王万岁！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响彻云霄，这是属于我的王座。阿杰从一头被击毙的变异兽身上搜出了一个微型记录仪，画面里的内容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林小小没有死在雪地里，她竟然主动走进了财团的基因改造实验室。画面中，林小小被绑在手术台上，那只奄奄一息的暖鼠宝被活生生剖开，她体内那颗畸形的火系晶核被强行植入了林小小的心脏。苏晴，我要你死！实验舱里，林小小发出不似人类的凄厉惨叫。他的皮肤寸寸裂开，长出了暗红色的鼠毛，双眼变成了诡异的树瞳，浑身散发着极度邪恶的腐蚀性火焰。他体内的厄运已经彻底失控了。这种强行融合的垃圾，活不过3个月。3个月太久了。我捏碎了记录仪，眼中杀意沸腾。我一天都不想多等。防守从来不是我的风格，打蛇必须7寸。财团3番5次挑衅，这次甚至动用了兽潮。如果我们继续龟缩，他们迟早会动用核武级别的武器。我指着地图上位于市中心地下300米的红点，今晚我们要直捣黄龙。阿杰咽了口唾沫，苏姐，
财团总部的防御系统是最高级别的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啊！我转头看向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林寒，他睁开眼，幽蓝的眸子里闪烁着寒光。别看我，只要苏晴一句话，我能把那座地下城连根拔起，不需要硬拼，我自有办法。我敲了敲桌子，林寒负责在地面制造 S 级暴风雪，吸引所有火力，我带突击队潜入核心反应堆。今晚过后，长弓财团将成为历史。恐怖的极寒龙息瞬间瘫痪了地面的所有对空防御系统，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掩盖了我们潜入的洞见。我将精神力催动到极致，形成了一道肉眼无法察觉的屏蔽立场。巨大的玻璃柱里泡着无数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幸存者，甚至还有被活体解剖的低阶异能者。这群畜生！阿杰咬牙切齿，留着力气杀人吧！我冷冷地说。我们一路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巡逻的守卫，终于来到了财团最核心的能源反应堆大门前。然而大门缓缓开启，等待我们的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反应堆幽蓝色的光芒将巨大的中控室照得如同鬼域。林小小站在高台上，她现在的模样已经完全看不出曾经校花的影子，暗红色的毛发覆盖了她的半张脸，双手变成了长满利爪的兽爪。苏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啊。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，眼神中透着极致的疯狂与嫉妒，把自己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值得吗？我落紧了长剑，示意身后的突击队散开。只要能杀你，变成什么样都值得。林小小突然发出一声非人的尖叫，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向我扑来。她周身缠绕着腥臭的黑红火焰，火焰所过之处，合金地面被烧灼出焦黑的坑洞。苏晴，我要把你这张脸一片片撕下来。她的五指已经化作利爪，直取我的咽喉。我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就在那利爪距离我不到5厘米时，我体内的极寒异能轰然爆发。不需要林寒出手，这一世的我早已不是那个只能依靠别人的弱者。绝对零度凝。我轻声呢喃，一道幽蓝色的冰环以我为中心瞬间扩散，火焰在触碰到冰环的刹那，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火苗直接被冻结成了暗红色的晶体。他整个人被反震力掀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反应堆的金属外壳上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明明是无敌的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手中的合金长剑凝结出一层薄薄的霜华。无敌！我嗤笑一声，缓步走向他。林小小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栾书宝原本是祥瑞之兽，你强行剥离他的晶核，又用邪术融合，不，这是催命的诅咒。我闭上眼，庞大的精神力如同细针般刺入他体内的黑红火焰，开始不受控制的乱窜，脸上的鼠毛开始疯狂生长，甚至刺穿了他的皮肤。啊，好烫，好疼！林小小痛苦地在地上翻滚，他心口处那颗畸形的晶核跳动得震耳欲聋，他的手臂在火焰中寸寸干枯，化作焦炭。他求救般地看向中控室里的财团高层，可那些人只是冷漠地记录着实验数据，仿佛他只是一只随时可以丢弃的实验小白鼠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依附的强大力量。我走到林小小面前，一脚踩在她那只已经化作焦炭的手爪上，淡红色的树瞳死死盯着我，满是不甘。我蹲下身，凑到她耳边，为什么这一世我总能抢在你前面？她浑身一震，瞳孔骤然收缩。上一世你炸死我的时候，我确实很疼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死后的样子更丑，在贫民窟里像条狗一样死去。我不仅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还要亲眼看着你连做狗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也是，没错，我也回来了。我猛地拔出长剑，剑尖抵住他的心口，而我选的林寒才是真正的神，带着你的嫉妒和悔恨彻底消失吧。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苏姐，爆破点已就位。我没有再看林小小一眼，手中的长剑猛然贯穿了他的心脏，极寒异能顺着剑尖爆发，将他整个人连同那股邪恶的火焰一起，瞬间冻结成了一座暗红色的冰雕。碎！我收剑回鞘，冰雕寸寸崩裂，化作无数晶莹的粉末消散在空气中。这一世，林小小彻底灰飞烟灭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引爆！我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，巨大的爆炸声在地下300米处响起，整座地下城开始了剧烈的地震。当我冲出地表，身后那座代表着末日罪恶的摩天大楼正缓缓陷入地底。林寒化作巨龙，在天际发出一声长啸，他俯冲而下，稳稳地接住了脱力的我。我靠在他冰冷的鳞片上，看着下方彻底覆灭的财团总部，两世恩怨终在这一刻彻底清算。财团总部覆灭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球，星火避难所则成了所有人眼中唯一的救世主。阿杰带着技术团队，在林寒的武力威慑下，迅速接管了财团分布在全球的几10个秘密仓库。苏姐，我们发财了！财团囤积的特种合金、高纯度能源，足够我们星火基地用上100年。我坐在财团总部原址上新建的临时指挥部里，翻看着各地的投诚报告。曾经不可一世的财团高层，如今要么死在废墟下，要么成了我的阶下囚。我下令将这些物资全部运回星火避难所，在冰原上建立起了一座宏伟的星火之城。而我站在城市的最高点，俯瞰着这片正在复苏的土地。莫热的女王终于实至名归。深夜，繁星点点，极光如彩带般横跨天际。我站在避难所顶层的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杯刚酿好的果酒。林寒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银发在月光下闪烁着清冷的光。苏晴，他便大步跨到我面前，双手撑在栏杆上，将我整个人圈在怀里。他那双幽蓝的眸子里倒映着我的影子，也倒映着漫天星辰。你之前说那只是假性契约，我随时可以走。他抿了抿唇，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，那戒指通体透明，中间封存着一片散发着微光的银色鳞片，这是我的逆鳞，我把它炼成了定情信物。苏晴，生死契已经识了，这辈子下辈子你都别想甩掉我。我愣住了，看着他那张精致的不像话的脸。
你这是在求婚？他耳根瞬间通红，却倔强的不肯移开视线。我是在宣誓主权，你是我的女王，而我是你唯一的龙。我接过戒指，冰凉的触感直抵心间。在这一刻，末日的寒冷似乎彻底远去，安稳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3个月。这天清晨，我被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惊醒。阿杰惊恐地冲进我的房间。苏姐，气温跌破了监测极限，现在的室外温度是零下90度。我走到窗边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心惊肉跳。冰墙因为极度低温而出现了细密的裂纹，空气中出现了一种肉眼可见的幽蓝色雾气。那是什么？是寂灭寒流。这种寒流能冻结生物的精神力。监控里巡逻的异能者吸入了一丝蓝雾，瞬间便直挺挺地倒下，再也没有了声息。这种寒流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北方蔓延而来，星火城的防御罩在寒流面前显得摇摇欲坠。我意识到，这不再是自然的灾害，而是某种更高维度的威胁。末日进入了最残酷的终极阶段。我立刻召开了最高紧急会议。根据卫星最后传回的数据，寒流的源头在极北之地的无人区。财团的绝密档案里提过，那里曾发生过一次空间震荡，他们称之为0号裂缝。我看着那处阴影，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不安。我去。我敲了敲桌面，语气坚定。我也去。凌寒毫不犹豫地握住我的手。那种地方，只有我的龙息能勉强抵御寒流的侵蚀。苏姐，那是自杀式任务。阿杰急红了眼。如果不去，星火城也撑不过1个月。我是这里的女王，保护我的子民是我的职责。阿杰，守好基地，等我回来。我带走了基地所有的顶级能源块，并给凌寒准备了大量的极地药剂。远征的队伍只有我和凌寒2个人。凌寒化作巨大的银龙，背负着沉重的补给箱和我，一头扎进了北方那片幽蓝色的迷雾中。越往北飞，寒流就越浓郁。凌寒的龙鳞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甲，每一次挥动翅膀都显得异常沉重。凌寒，撑得住吗？我用精神力在他周围撑起一道屏障。别废话，顾好你自己。下方的世界早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，只有无尽的冰川和被冻结成诡异姿势的变异兽。我们在风雪中飞行了整整3天，期间遭遇了几波从裂缝中钻出的虚空异兽，它们长着无数只眼睛，身体半透明。我手持长剑，在龙背上与这些怪物厮杀，鲜血溅在雪地上，瞬间冻结成冰珠。终于，在第4天的黎明，我们抵达了极北之地的核心，一个巨大的、散发着幽蓝光芒的球形裂缝正横亘在天地之间。裂缝周围的空间扭曲的不成样子，无数黑色的闪电在蓝雾中穿梭。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地底破冰而出，那是一头浑身长满黑色尖刺的裂缝守护者。仅仅是一个眼神，就让我的精神图景剧烈震荡。苏晴，躲开！凌寒猛地将我甩下龙背，自己则迎上了守护者的利爪。凌寒被重重地拍进冰川，银色的龙鳞碎裂了一地。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心中燃起从未有过的怒火。我疯狂地透支着体内的精神力，试图干扰那个怪物的行动。不够，还不够！我感觉到我的大脑几乎要炸裂。就在这时，我心口处的生死气印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。凌寒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苏晴，别怕，把你的灵魂交给我，让我们合二为一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彻底放开了精神防御。那一刻，我的意识与凌寒的意识完美交融，我能感受到他龙鳞碎裂的剧痛，他也能感受到我精神透支的眩晕。一股全新的、浩瀚如星海般的力量从我们灵魂交汇处诞生。这股力量瞬间冲破了蓝星的法则限制。凌寒发出一声震动9霄的咆哮，他原本残破的银色鳞片开始疯狂蜕变，化作了深邃璀璨的星空色。星空巨龙，我震撼的低喃。它突破了深渊冰龙的极限，进化为了宇宙级的传说生物。遮天蔽日的星空龙翼猛然展开，就让那头不可一世的裂缝守护者发出了恐惧的呜咽。现在该我们反击了。狂风卷起我的长发，我的眼神冷若冰霜。我伸出右手，凌寒吐出一口本源的星空龙息，化作了一柄长达100丈、闪烁着星辉的双神之刃。我握住剑柄的瞬间，周围肆虐的寂灭寒流被逼退。斩！我怒喝一声，双手挥剑劈下。凌寒配合着我俯冲而下，让这一剑直接划破了虚空。裂缝守护者被双神之刃从头到尾劈成了2半，随后在星空之力的绞杀下化作漫天冰粉。我们直面那道吞噬地球生机的0号裂缝，我们连人带剑化作一道流光，刺入裂缝核心。伴随着一阵足以刺瞎双眼的强光和剧烈的空间震荡，那面裂缝像镜子一样寸寸崩碎，混沌能量被彻底封印。裂缝关闭的瞬间，幽蓝色寂灭寒流开始迅速消散。我和凌寒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，从平流层缓缓坠落。久违的金色阳光终于穿透了厚重的灰色阴云，洒在了这片死寂的土地上。凌寒在半空中化为人形，将我紧紧护在怀里。我们在雪地里砸出一个深坑。历经半个月的跋涉，我们回到星火城外围，看到的却是冲天的火光，城墙上飘扬的不再是星火基地的旗帜。苏晴，你竟然没死在极北！现在的星火城已经是我的地盘了。你那条龙看起来快死了，识相的就乖乖投降。看着被绑在城头、浑身是血的阿杰，我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。凌寒，你休息一下。我将虚弱的凌寒护在身后，独自一人走向冰墙。我甚至没有拔出长剑，只是凌空踏出一步，脚下的空气瞬间凝结成钻石般坚硬的冰阶。我拾级而上，属于超越 S 级的精神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。城墙上的叛军瞬间如同被无形的大山压顶，齐刷刷的双膝砸地，骨裂声响成一片。那个嚣张的叛军首领被我的威压死死按在地上，七窍流血。
连求饶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我以雷霆手段当众处决了所有参与叛乱的首恶，鲜血染红的城墙也彻底震慑了所有心怀鬼胎之人。阿杰等人被解救下来，虽然受了重伤，看到我安然无恙，全都激动得痛哭流涕。我将从极北之地带回的裂缝核心能源交给了阿杰，变成了最纯粹、最温和的生命之源。当阿杰将这颗核心接入地热站的总控系统时，奇迹发生了。被净化的能量不仅驱散了严寒，甚至改变了土壤结构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我在城外巡视时，破土而出了一朵娇嫩的红色小花。围观的幸存者们先是死寂，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与痛哭，他们纷纷朝我跪拜，高呼着黎明女神。我知道，漫长的极寒长夜终于迎来了破晓。3年后，人类与灵兽建立起了和谐共生的新秩序。站在城市最高塔尖的露台上，我俯瞰着下方万家灯火。凌寒化为人形，从背后轻轻拥住我，手指温柔地摩挲着我无名指上的逆鳞戒指。在看什么？在看我们的世界。两世挣扎，我在背叛与冰冷中死去，又在废墟与杀戮中重生。如今，我终于终结了严寒，开创了属于我的神话。这不仅是末日的终结，更是星空纪元永恒统治的开端。